各位好，我是虎杖废人。今天咱们要看的是《咒术回战》的第2集啊，不多废话了，咱们直接开始。What the fuck？ Here we go。呪術規定に基づき、虎杖雄二、お前を呪いとして払う。Easy。いや、なんともねえって。俺も伏黒もボロボロじゃん。哦，他身上的斑纹恢复了。今喋ってんのが呪物か虎杖かもこっちはわかんねえんだよ。现在一定是虎杖，但是他是分不清的。哦，どうしてここに？五条老师，那个瞎子。気なかったんだけどさ。いやー、ボロボロだね。2年のみんなに見せやーった。観光がてら長谷さんじたってよ。顺便旅个游。ごめんそれ。有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哦，这一幕似曾相识，好不好？像不像《电锯人》里第1集真纪真去看这个电锯的那个情形？他一点都不带怕的。10秒経ったら戻っておいで。他为什么在热身？大丈夫。僕最強だから。我可是最强的。これを菊水庵菊福。这是什么东西？大福。我也好喜欢吃大福。人が死にかけてるぞ。这个五条是个逗逼呀，这个。但是他应该是确实如他所说，是不是强的离谱？把它当成椅子了。哦，他根本就没把这个面瘫放在眼里。不只是快，而且力量也极强。他是什么年代的产物啊？吃瘪。哦，他还在计时啊。哦，虎杖真的能随心所欲的控制。天哪！这是什么？萨斯盖。これで目覚めた時、スクナに体を奪われていなかったら、彼には器の可能性がある。容器。彼をどうすべきかな？仮に你问他？虎杖は死刑対象です。死なせたくありません。市場？私情。なんとかしてください。任せなさい。ってなわけで改めて君。死刑ね。接上了。死刑は死刑でも執行猶予がついた。死缓。これは君が食べた呪物と同じものだ。为什么他？全部で20本。哦，一共有20根。6本を保有してる。哦，手足で？いや。像不像电锯人？4本あるんだ。这不就相当于是枪之恶魔的那个什么肉片吗？那个碎片吗？そこで君だ。君が死ねば中の呪いも死ぬ。哦！哦！你妈个头啊！哦，你完没完啊？要让他把所有的这些诅咒的手指全部吃掉，然后再把他弄死，是吗？这叫利益最大化呀！肯定选 B 呀，肯定选 B 呀！你都不用告诉我 B 选项是什么，肯定是 B。请问你愿意和谁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呢 ？A. 您自己的老婆。B。天啊！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虎杖现在所经历的这个剧情，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矛盾，和电锯人里就是电锯，然后枪之恶魔的这个情节好像啊，但是又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风味。日本动漫真的是
太牛逼了！就算是类似的情节，然后也能给他玩出花来啊，确实是厉害啊！这你真的是你不佩服不行啊，不服高人有罪啊！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啊，是为了自己。どんな具合ですか、井口先輩。肯定是没事儿啊，但是这两个人未来的人生是否还能保持清醒和理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碰到这种事情，然后能不神经？なんだ、あれを拾ってきた俺だよ。ごめんな。でも大丈夫。也没有必要自责吧他。には井口先輩直せる人が来てくれるから。明天会有人，是不是那个什么？是那个学校的咒术学校的人？バイバイ。这个拜拜是永别吗？でどうするか決まった？呪いに遭遇して普通に死ねたら御の字。也就是说，一旦有诅咒出现，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够应付得了的。君がそうならないとは言ってあげられない。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好きな地獄を選んでよ。反正都是死嘛，对他来说。哦，这是他爷爷的，这是他爷爷的骨灰是吧？他已经没有亲人了，虎杖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孤零一人了。干嘛？気色悪いな。现在还要吃啊？他是吃上瘾了吗？さて、日本十分だ。どうなる？应该不会暴走吧？哦天哪！笑いてくるわ。应该是随着他吞下手指的这个数量越来越多，就是这个面瘫的这个实力应该也会越来越强，千年不遇的人才。なんでもない。覚悟はできたってことでいいのかな？なんで俺が死刑なんだって思ってるよ。呪いはほっとけねえ。等等等等，虎杖是个高中生啊，他没有一点求生的欲望吗？スクナは全部食ってやる。あとは知らん。例の死に様はもう。他这个境界也太高了吧！いいね。東京。伏黒元気そうだ。俺見てそう思うか？お前はこれから俺と同じ呪術師の学校。哦，咒术师学校，他要去学校学习。呪術高东京都立咒术高等专门学校。1年生は君で3人目。少な。好好好，3个1年级，我感觉这是那种标准的4人组啊，对吧？3个人怎么说结成一队，还有一个老师，日本に2校しかない呪術教育機関の1校。还有2所，像这样的学校有2所。とりあえずユージはこれから学長と。なんだ貴様が頭ではないのか。谁？力以外の呪術はつまらんな。哦，他会这样哦，就是随时随地的出来。あるからな。小僧の体をものにしたらすぐに殺してやる。这不就是迪达拉吗？手上长了个嘴。両面スクナは腕が4本、顔が2つある仮想の鬼神。什么叫假想鬼神？実在した人間だよ。まごうことなき呪いの王だ。所以他是 boss，生とどっちが強い？力のすべてを取り戻したスクナなら。那可能有点儿棘手。負けちゃう？不会。さ。天哪，这个五条，这个五条有点意思啊，这个五条。吃道和卡卡西好像。矢賀正道学長だ。感觉就是火影的配置啊，3人小组加1个老师。のタイプはジェニファー・ローレンス。詹妮弗·劳伦斯，大表姐。呪いを学び呪いを払う術を身につけ、その先に何を求める。这好像面試啊。スクナの指回収するんすよ。君の知らない人間が日々死んでいくのは当たり前のことだ。始まる。哦，听这五条的口气，就是说好像他之前也被这样面试过，所有人都会被这样面试吧？俺はとにかく人を助けたい。不合格だ。なかったのか。呪骸。他能让玩偶复活？思っているがね。寄宿了诅咒的玩偶。本当に人形かよ。九死にこそ人間の本音は出るものだ。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打斗，你听这个 BGM 啊。そもそも他人じゃなくて
家族の遺言だっつーの。哦，どこだ？这一下应该挺疼的吧？他人のうちだろ。啊啊！痛むとかひるむとかねえか。呪術師はある程度のイカレゴ。这个玩偶一定是寄宿了他身上的这个特质，我跟你说。你别看他现在这么凶，但他一定是个逗逼。自分が呪いに殺された時もそうやって祖父のせいにするのか。別に。这个校长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不要想是你爷爷的遗言还是别人告诉你的，你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想干什么。咒术师不存在无悔的死。他没觉得是他自己才能做到的，也就是说，他不觉得自己是特殊的那个人。现在不一样喽，现在不一样喽，他找到自己的使命感了。哦，这是我自己选的。面试过了。哦。啊！你看，我就说吧，我就说是个逗逼吧。这是大表姐，开什么玩笑？把它吃了。哦，我才注意到，哎，他的这个眼睛下边颧骨这个地方，这就是接下来的主線任務了。Yes。現場にいないと始まらない。伏黒、今度こそ元気そうだな。空室なんていくらでもあったでしょ。だってに不，我就要把你俩安排到一起。授業と迷惑だっつーの。哦3人目の1年生。这不把他当人吗？这第三个最后一个出场的是谁？是个妹子，一定是个妹子。她的声音好成熟啊，不是那种萌妹子。哦。哦，这一集不是那种信息量特别夸张、特别爆炸的那种，但是呢，可以值得聊的剧情还是很多的。首先就是从这个故事整个的结构上来看，真的和《电锯人》最开始的剧情非常非常的像。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感？如果有的话，在评论区里回应一下啊！你看虎杖呢，在《咒术回战》里是被迫啊，出于无奈情况之下，他当时是为了救人，出于紧急，他吃掉了诅咒的手指和这个大 boss 面瘫融为了一体啊，让这个面瘫寄宿在了自己的肉身之上。而电锯呢，他是在濒死之际被波奇塔一命换一命救了下来，波奇塔成为了他的心脏，电锯呢也由此成为了电锯人、电锯恶魔。两个原本是比较普通的少年，一下子就获得了极强的这种邪恶的力量。但是呢，这两个人又都拥有主角光环，又都是天选之人，所以呢，他们在获得了这种极强的力量之后呢，还可以自由的支配和控制这股力量。现在的虎杖吃掉了2根手指，但是他完全可以压制住，不管是在肉体还是在精神上啊，都可以压制住面瘫。电锯就更不要提了，波奇塔是和他这个合二为一的这么一个存在啊，他就是想变身的时候就变身成恶魔，不想变身的时候就是人形。也正是由于他们2个人这种没有暴走、非常特殊的这种特质啊，才让他们很快的就被在那个世界当中、不同世界当中的一个组织或者说是体
体制就盯上了，并且呢将他们收编其中。虎杖呢是被这个咒术学校看上了，然后入学成为了咒术学校里的一名学生，而电治呢则是被公安收编了，成为一名正式的恶魔猎人啊。这两个人都是由于这种非常相似的契机，不得已放弃了普通人的生活，由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当中。所以说目前看来，这两个故事的结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相似啊。然后我不由得就想到了以前上学的时候，这个语文老师在教我们写作文的时候，经常会告诉我们的一句话，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当然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就是这两个故事是谁抄袭谁，而这句话的意思本身也不是在鼓励你去抄袭别人的作品和文章啊，其实就是好的想法、好的灵感或者说是好的点子之间吧，是完全可以互相借鉴的，因为他们之间一定有这个相通的地方。但是借鉴区别于抄袭之间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当你吸收了这个好的灵感和想法之后，你有没有内化成为自己的东西，你把自己的东西加入进去，让它成为一个有自己独到之处的这么一个新的点子和想法。刚才虽然说比较了《咒术回战》和《电锯人》这两个故事的这些相似之处啊，但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其实只是故事的结构和这个骨架，相当于是这个故事的骨骼，作者向里面填充进去的灵魂，向里面填充进去的肌肉，这些内容这些细节其实又大不相同，由此呈现出了两个就是各自精彩，然后各自非常具有特色的好的故事。这样的做法才是真正好的借鉴，是值得被欣赏的。然后具体到这一集当中啊，这一集的主角其实是五条悟。就五条悟这个角色的设计，其实也和卡卡西非常非常的像，有没有？两个人的身份呢都是老师，都是以老师的身份出场，而且出场之后的气质都是那种吊儿郎当的，然后看上去就是特别不靠谱的这种样子。卡卡西最开始出场的时候，最鲜明的这个特征就是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手拿着一本小黄书在看小黄书。这一集当中的五条悟出场之后也是这样啊，又是什么买大福买零食，然后又是调侃又是拍照，明明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是看上去没有丝毫的那种严肃认真的这个状态在。但是别看他们这么松松垮垮，这么不严肃，实力绝对是那种就是极强的存在啊！他们一定都是那种特别特别靠谱的老师和伙伴。这种反差，我觉得就是一种相对来说特别讨喜的这么一种人物设定。而且你仔细想想，这两个人从外形设计上来看也特别相似啊！两个人都是一头这个银发白发，卡卡西呢是面罩遮住了自己的下半张脸，只露出一只眼睛来。五条悟呢是刚好反过来，没有面罩，但是有一个眼罩把自己的上半张脸给遮住了，就特别像一个瞎子。所以你说是不是这两个角色真的好像？除了五条悟之外呢，这一集当中还见到了这个夜蛾正道这个学校的校长。这个校长的出场也绝对是充满了反差感啊！一个这么有派儿、这么有型的一个中年大叔，一个猛男形象，但是他的能力，他平时在做的事情，居然是摆弄玩偶，就是这样的反差。就是他一出现，一下子就能让人记住他，因为就是给人的印象确实太深了。但是不得不说，就是除了这个反差之外，这个校长在面试虎杖的整个的过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这是由于他不停的这种质问，再加上你面试不合格我就要揍你的这么一种非常奇怪的面试方式啊，才让虎杖明白了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咒术学校，为什么要学习咒术，自己今后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从虎杖的角度上来说，这其实就是这个角色第一次真正完成了这种内心蜕变和角色成长的过程啊，就是他确实明白了这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他确实明白了自己身背的这个使命，自己身上的这个与众不同，自己就是天选之人。所以说以后未来的故事当中，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困难，虎杖在遭遇什么样的这个绝境的情况下，他的这一颗想要去完成自己这个使命，就是吞噬掉所有的这个面瘫的手指，解除这个巨大的诅咒的这颗心，是不会再有任何的动摇和改变了。由此呢，就是虎杖他未来的这个行事的逻辑和动机，就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后面等待他的只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让他去克服的困难和这个不同的这个怪物罢了。所以说这一集当中校长面试虎杖的这一段情节，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情节，直接就立住了虎杖作为男主的一个人设，再加上后续故事会发生的就是各种情况的这个合理性。最后想说的一点就是那个玩偶嘲讽虎杖时做的动作，他可以这样，他可以这样，他甚至都可以这样，但是他选择了给虎杖看自己的皮燕子，一个字，绝。
行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